我是云飞。正如你看到了，咱们终于是又拿到了首发，而且这台 Redmi K-Pad 我是非常喜欢的。啥也不多说了，直接先来和大家沉浸式开个箱。那么记得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你的朋友，一起先睹为快。当当，咱这就是拿到了红米刚刚发布的 K-Pad， 带大家看看它的实际表现啊。这次大家都知道啊，它的这个尺寸非常小，就是一个超级小的平板，但是它有了 Redmi 有史以来最强的一个平板芯片 K-Pad HyperOS Redmi。哇，整体的包装我操，超级简约啊！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Redmi K-Pad 烟霞紫，16G 1024GB 储存，就1TB， 然后有杜比认证。Harris 这平板感觉非常的可以，我现在是提前几天拿到了啊，所以我也没有见过它的真容。这个时候我来跟大家一起见证，来，哎，我操，一手掌握，我操，这种平板真的是爱了，而且你看，我靠，可以，我很喜欢。你看，真的一只手，然后这个是小米15，哇，这个尺寸真的可以嘞。好，现在揭晓答案，当当，来，哇，超级小，一只手拿下。然后这是一个节能认证，哎呦，它这里也有个 C 口，双 C 口啊，而且这次。它这个镜头就是稍微的突出一点点，我靠，可以，真的很好，应该是我日常会经常带着的一块小平板了，就这么点大，甚至大一点的口袋都可以塞得下。但是它这个2个 Type C 接口是干嘛用的嘞？好，那杜比认证，方向对了呀，兄弟。好，开机。Redmi， 哇，这个尺寸真的很好，所以我现在既有那个12.6的，也有这个8点几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充电器 ，OK， 67瓦的，然后还是 A 到 C 的。背部没有其他东西了。如果这个边框再稍微小一点点的话，就很棒了。那就让我们来好好的品鉴一下它吧。而且你看，就是放在桌上，就是这里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小角，基本上就可以放平。nice， 我真的很喜欢。好，那我们继续。OK， 哇，非常的不错啊。哇，这么小，真的很舒服啊，真的很舒服。这可以，然后这里，也可以，果然它是可以充电的，两边都可以充电，然后可以直接这样打游戏。我操，可以，这个设计也很不错。然后我看一下那个游戏手柄能不能直接接上啊？我感觉是可以，还差一点，8.8寸的小屏幕啊，但是在手里面用着，感觉就是非常的舒服啊。然后带我玩一玩啊，然后我们把它系统升级到最新的来，升级一下系统。老实说，我也用过一款类似的 Pad， 诺基亚 N1S， 7.9英寸的屏幕，想当时150元的价格，我也是攒了好久的生活费。那时它的金属质感和小巧的手感就确实很不错，可惜硬件有问题，没用多久它就坏了。而这次的 Redmi K-Pad 和它一样，是差不多的大小，
只不过屏幕的尺寸来到了8.8英寸。这类小平板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，可惜就是 iPad mini 它没有高刷。而知道创流神器 Y700的时候，我已经有了小米 6S Pro。那么这次的 Redmi K-Pad 表现如何呢？那咱们还是来仔细的瞧瞧它的外观。我这款是烟霞紫的配色，它一共是有3款配色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。它的这个屏幕是8.8英寸。机身的厚度是6.46毫米，镜头部分后摄1300万，前置800万，相机部分还是会有突出，实测是8毫米，会稍微突出来1.6毫米，而相机部分其余是无呆口的一个设计，就几乎纯平，平板整体全金属一体化机身，然后镜头这部分镜面的这个塑料设计是天线的位置，不然整一个都是金属，信号方面就是灾难了。背板的工艺是微米级陶瓷喷砂工艺，摸起来是一种很细腻的磨砂的感觉边框都是这种微弧边的设计，实际给我的感觉有点像苹果手机那种微弧边，或者说小米15系列的这个同款。而这次机子的侧面大家都是很期待啊，这是不仅仅有支持2016×2的杜比对称双扬声器，还有你们期待的双 Type C 口，而且还支持盘路充电 Plus， 就是让电直供给平板用，不走电池，边用边充还不发热，还能够保护电池不容易坏，这游戏党简直狂喜。而其他方面，电源键和音量按钮它都是长位置，这次的按键做的还是挺不错的，不换了好评。而接下来就到了机子的正面，屏幕是3K 的 LCD 电竞护眼屏幕，403的 PPI 标准的 RGB 排列，最高165赫兹的刷新率，700尼特的峰值亮度，全亮度 DC 调光，视觉健康友好度 S++ 认证。TUV 莱茵3重护眼认证，配置高不说，护眼属性也是拉满。而四面的窄边框，遗憾的是并没有等宽，上巴和下巴的宽度是6.4毫米，左右5.5毫米，也是挺不错的。上下稍微宽点，拿着防护处，整体的设计你们可以来打个分。这个大小就确实拿起来很轻松，是真的能直接放进裤子袋里面啊。聊外观，你们想知道的肯定是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机子里面，红米到底配了一颗怎样的处理器？哎，你还真别说，是一颗顶级的旗舰 SoC 天玑9400+，台积电3纳米的工艺，主频3.73 赫兹 ，GPU 为 G725MC12。且这次和别的平板有一点点不一样，这回 K-Pad 直接是安卓阵营首个 SoC 中置架构，也就是说它的热源在平板的中间，而且它上了12050平方毫米的铝合金液晶 VC， 官方的数据是可以稳10瓦狂暴性能的稳定释放。这听起来是不是还是非常的 nice？ 那么我们实际来测一测，看看它的表现到底如何吧。首先是跑分项目，安兔兔这边是可以跑到285万，打败了95%的用户。Geekbench 跑分数据如下 ：CPU 单核是2444 ，CPU 多核是7166 ，GPU OpenCL 是23497分 ，GPU Vulkan 是23301分，单核多核 GPU 都接近甚至超越 M1 的跑分，这些成绩在软件的排行榜里面就是稳坐前排啊，这个表现还是非常可以的。那么我们上游戏来实际的测测，看看它在游戏里面的帧率。那么还是王者和原神啊，王者我们开到全高，帧率也拉到120，我们打了接近1个小时，我们来看一下帧率的表现，基本上就是一条直线，整体的负载也不高，玩这种游戏基本上就没啥压力了。而原神方面同样是全高，而且还可以开启首个3K 的超分，40分钟左右的帧率是没有啥太大变化的，也基本上一条直线60帧稳着。不过可以看到 CPU 的压力高了不少。了解完以上的性能和外观，你应该对它的性能没啥担忧了，就确实很给力，各方面都是拉满的存在。那这里还有顺带提一下，它也支持 WiFi 7，马达也用了2颗0815S 轴线性马达，震动反馈也还可以。而电池方面，它是有着7500毫安的电池，然后双接口都是可以67瓦供电，这还是蛮不错的。反正在硬件上它是拉满了。那软件方面和真正的日常使用呢？这个我们下面来详细的聊一聊。这样一个平板，我主力使用的那肯定就是看各种视频，这一点哔哩哔哩 HD 目前适配的挺好啊，杜比世界 HDR 视频都随便看，可以正常激活。再就是它出厂就有实时字幕，对于我们看一些外语的视频，它会很有帮助。实测英语的这个延迟还可以正常观看，这点就蛮好的。
屏幕这块我就不重复了，而扬声器这块，我觉得还是需要大家一起来看看，来听一听。那么我们来云听一下，分别是 iPad Pro 2017、小米平板 6S Pro 播放同一段素材，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它们的区别。这个表现你们觉得如何呢？而游戏方面，帧率显然不是我们要着重关注的点了。这次中置 SoC 和双 C 带来的体验会有啥不一样呢？很直观的一点就是它在游戏的时候，两侧的温度就确实会低很多。测试王者的时候打了1个小时，也没有觉得很烫手，实测温度就确实集中在中心的位置。再就是游戏团战，输了的时候再来一把很正常，就经常会遇到边冲边玩的场景。而这次双 C 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，不仅仅充电更顺手了，还有边冲边玩，因为有旁路充电，温度也没有太大变化，不会因为充电而机身变得巨烫，这点就确实很可以。而因为这次中置 SoC 的设计，两边的重量都做得很平均，就可以说几乎是5:5的一个设计，拿在手里不会有一边重一边轻的感觉，这就很好。而另一方面，也有粉丝想让我测测串流的表现，这也是我会日常使用到的场景。性能解码这块，我个人感觉下来差别不是很大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们的延迟和画面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一个串流的表现，这是我们的主机，这是小米平板 6S Pro， 然后这是我们的红米 KPad。然后它们是有一点点差异的。红米 KPad 的这个 WiFi 信号明显会比小米 6S Pro 会更好一些，在同一个位置，它这里是满格，然后小米的可能会稍微少一点点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们的一个延迟，现在有点反直觉啊，肉眼反而是小米平板 6S Pro 会更慢一点点，就延迟啊。它们的这个码率和分辨率都是一样的，我调的，然后码率都是50。然后我们可以弄一个随便的网络计数器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们的一个具体的延迟。就目前来看，确实是 KPad 会好一些啊。你看现在就已经卡住了。然后我们打一下游戏。而另一块其实是操控，也就是手柄，我是希望它卖爆的。然后第三方厂家或者官方也出个专属的手柄，这可以直接卡进去的那种，这不比掌机爽。目前我是找到了这款支持平板的手柄，米墨的 S3 平板款，用起来也还行。然后在这个尺寸里面其实还挺爽的，串流也还不错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实际用下来的这个感觉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这个串流的效果啊，然后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延迟，我这里也把这个延迟的信息放出来。
哎呀，还是可以的吧。而工作方面，办公软件兼容性，大屏幕直接看 Word 文档或者 PDF 文件，在平板上面是可行的。多任务处理能力，这个顶级的旗舰芯片处理这些也都绰绰有余。当然，它也配备了 PC 级别的 CAD、WPS 等应用，目前用起来还是挺顺滑的，满足文字工作没有问题。但我现在也没有配套的键盘，这块就不展开了。而接下来就是系统方面了，软件、生态互联以及苹果的兼容。是的，又兼容苹果了啊！在软件方面，这次我个人感觉安卓阵营里面是有一些软件适配了平板，但同样也依然有很多软件没有做适配，就还是以前那样吧，略有好转，日常用这些是足够了。而在澎湃通讯互联这一块，目前是可以直接在控制中心里面直接使用小米15的数据，一键即可调用小米15的数据网络。此外，在外出的时候无需寻找热点进行复杂的一个操作，直接一键就可以连接。不过记得在 WiFi 环境下自己要去手动关闭一下，不然的话目前是会一直连着的。而手机镜像功能目前是可以直接镜像到平板里面，也可以很方便的进行操控，但在竖屏模式下仍然是无法最大化的。当然，它也可以直接调用手机的 APP， 就是说可以直接打开手机的应用，且适配平板的横屏，也可以生成对应的快捷启动方式。而关于苹果这块，目前我们工作室小米都已经传苹果传得不亦乐乎了，就这个小米互联服务在线即可。而平板端目前是只有传文件这一个功能，但妙就妙在这回 KPad 直接做了 Mac 的屏幕镜像，也就是说，在开启平板的无线副屏功能之后，不仅仅是 Windows 系统，现在 Mac 系统也可以直接把它当成是无线副屏了，妙在！之前我们还做了详细的软件教程来着，这回直接就原生支持了，这挺好。所以我个人来说，目前是很喜欢这块小平板的，从各方面来说都很不错，配置拉满，各方面也都为游戏设计，像中置 SoC、双 C 口都是大家实实在在用得上的，这就很好。这对标 iPad mini 在硬件方面是全面超越，就是不知道价格怎么样。价格有惊喜的话，我感觉卖的是肯定非常 nice。然后大家有啥好奇的点，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留言，我看到都会回复。有需要的话，到时候也可以另外再做一期更详细的、更细致的分享。那么就希望我这个视频可以帮助你了解这款小平板，我是真喜欢。最后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，也欢迎留言。我是云飞，那么记得点赞、收藏啊。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